大家好，我是胖虎。你家里墙壁上的壁癌是不是像韭菜一样，割了又生，生了又割，永远除不干净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壁癌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，我们又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跟壁癌这个渣男永远彻底分手，永远不复合呢？那什么是壁癌呢？其实壁癌就是从墙壁里面长出来的东西。为什么它会长出东西来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墙壁可能含水，而含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外墙的防水层破坏，或者是它产生了裂缝，然后水就从墙壁里面进来了。而进来之后，水和我们的水泥一起好好的玩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产生出了好朋友，那个好朋友就叫做碳酸钙。而碳酸钙不甘寂寞，就会跑出墙壁来。跑出墙壁来就会长出一大片白色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所说俗称的壁癌。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如果把它刮干净，过个2天它又长出来，过个2天它又长出来，所以不断的长出来又除不干净的情况下，就被大家俗称叫做壁癌啦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壁癌处理干净的话，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呼吸道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哦。那接下来壁癌它其实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它刚从墙壁跑出来还是碳酸钙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白白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它对人体的危害，就是因为它的粉末很细，如果有呼吸道过敏的人或者是婴孩的话，那这样子对他们的呼吸道可能会有一些伤害。而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当那些白白的东西被坏朋友所影响之后呢，那个坏朋友就是霉菌。那个霉菌一来了，它就慢慢的变成绿色了。而变成绿色就像橘子一样发霉，它发霉之后呢，就会侵入墙壁里面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墙壁的状况就变得比较严重了。而这个对于人体伤害就更大了，因为孢子对于人的影响是更严重的。所以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，这个对于呼吸道特别容易过敏的人呢，就要特别小心注意咯。第3阶段呢，这些霉菌和我们的碳酸钙整个黑化了，变成一片黑黑的，而这个时候墙壁已经被侵蚀的蛮深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要处理这个墙壁的花费，就会变成非常的多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，壁癌它不断的除，它又一直长出来，所以它叫做壁癌。那到底要怎么样根绝它呢？其实根绝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墙壁跟水永远的分开。大致上我们可以分为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让墙壁永远都不要碰到水，那这个方法就可以想象成是把它变成一个室内的环境，那它就不会再碰到水啦。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因为永远不会碰到水，它绝对不会再长出新的壁癌来了。而第二个方法呢，是比较实际面的，就是我们把它外墙防水可以做得好一点。那这样子，墙壁在遇到水的时候呢，水就不会侵入墙壁里面，而是会直接的流掉或者蒸发掉。这样子，我们的墙壁也不会再产生壁癌了。但是我们坊间大家都说啊，我这样子做，我请了一些专业的厂商来做，还是一样会产生啊，因为他们只做了里面，而不是做了外面。就像我们刚刚说了，我们要让墙壁不要碰到水，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室内的墙壁里面，我们把那个刮掉之后，然后又直接漆了油漆，或者稍微做了一点防水，但是你终究是在室内里面，你的墙壁依旧会碰到水，水依旧会进到墙壁里，所以这个壁癌是不会根绝的。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，从室外处理，才可以彻底的解决壁癌的来源，这样壁癌才不会再长出来哟。根绝壁癌的方法在室内里面常见的方法有几个。首先第一个就是直接把它刮掉之后就刷油漆。而这个呢，大概可能2天后就会长出新的壁癌，但是也有运气不好的话，也许下午就长出新的了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刮掉之后，先刷一层弹性水泥，之后才刷上油漆。而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可能撑个几个月，但是是1个月还是6个月，我们没办法保证。而第3个常见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墙壁直接打针，俗称的打药。而这个方法只适合是墙壁是混凝土墙的时候才可以。如果你的墙壁是红砖墙，老公寓的红砖墙，那打药是完全不可行的哦，因为红砖墙的空隙太多了，所以那个药剂永远都没办法填满这些空隙，那这样就没有达到一个防水效果了。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已经知道了壁癌到底为什么会永远除不完的吧，而且也知道了要怎么样才可以彻底的根绝壁癌，就是2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让它永远不要碰到水，而第二个就是给它穿上一个超强的雨衣，要这样子才可以甩掉这个壁癌纠缠不清的渣男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要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那个最重要的小铃铛，才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精彩的节目哦。好，我是胖虎，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。